咱们一家人啊，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。你愿意挤在这儿，我宁愿挤在这儿，我也不需要你脱这身军装。蒋公，老何怎么样？还在继续康复训练，他在坚持，只是没了热情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蒋公，这个呢，我们在这2营全连官兵的一点心意。你说去。我代表全体官兵向你致敬，辛苦了。青丝落入四海洲，血红的滚歌，志气为托笑得那么帅，朋友啊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都说要当彼此的后辈，就算打下也绝不后退，风雨总会掺杂着笑与泪，时间左右一的丰沛。我们都说要当彼此的后辈。他是一个军人，他爱他的士兵，爱他的训练场，爱他们声音里爆发出来的嘹亮，更爱他们那样别致的深情。听着他们的歌声，他仿佛回到了他们中间，找到了自己，他又活了回来。来的正好，帮我把这垃圾都扔出去吧。爸，这些都是您的心血啊，怎么是垃圾啊？冷战结束快10年了，这些东西该进历史垃圾堆了，没必要花心思去研究它了。只可惜，这台电脑刚买了几年，原打算把我这几10年的研究成果输进去，这不，刚输了1/3还不到呢，没必要了。这电脑只能以后打纸牌游戏了。爸，我帮您打字吧。闲了？闲了。想说说吗？不想说就别说了。我本来打算啊要转业的，但是刚才我改变主意了。我在想，能不能调回学院，就留在您的身边，随便干点什么都行。为什么？
想跟你一起完成研究，当个打字员，当个小助手，什么都想。胡杨前几天啊，给我打了个比喻，说研究冷战是您的大儿子，那我哥现在有难了，我这个当弟弟的，总不能不出现吧？这个说法有点意思，我考虑考虑。爸，我知道您在写书，我最近呢有的是时间，这样，我把往后的30年都留给你，这时间呀，研究冷战，足够翻来覆去给研究透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个书啊给写完了，不管它是不是符合时代，也不管它有没有人看，大不了就剩咱们父子2个人嘛，好不好？还有小飞，我争取啊，一定让小飞成为第3个读者。爸，这屋外那一箱书也是您的吧？没错。太狠心了啊！那书上还有好多我画的小人呢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您可没少为这些事情打我。这样，我去把那书啊给抱回来，让小飞继续给你画小人儿。去吧。我国政府发表声明，对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表示最强烈抗议。声明指出，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。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。子夜时分，至少3枚导弹从不同方向直接命中使馆大楼，导弹从主楼5层楼顶直接贯穿到地下室，位于主楼附近的大使官邸的房顶也被掀掉，使馆内浓烟滚滚。爆炸发生时，使馆内共有约30名工作人员和中国驻当地的记者。现已证实，新华社记者邵云环、光明日报记者许幸虎和妻子朱颖不幸殉职。使馆其他人员已经撤离到洲际饭店。袭击发生后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站在被毁的使馆废墟前。顾爷，顾爷，走！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就是你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顾一野。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你给我记住了，只要你不想走，没有人会让你离开部队。只要你不认输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你。是。我自己能站起来。军长，顾爷的专业处理是各级党委一级一级报上来的。马坦4师这样的部队，我不能让他出事，也出不起。各级党委是，你的决定占了多少分量？我的决定，不是，军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陈大山，我问你，那个于思哲是怎么回事？小小的一个排级干部，需要你这个师长前后张罗，把他从机关下到连队去代职吗？连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上去的人，居然跑到了全军区头号的训练标兵营红一营去当排长，还白白送了个3等功。有了这样的任职经历，
和军功章，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提前晋级了？算盘打得挺好啊，可这枚军功章太他娘的重了，毁掉了一个基层骨干的一只手。军长，与死者是上面的关系，是首长嘱咐下来的。这件事情，我发誓我一点私心都没有。我是为了234师，也是为了军里长远的建设。我查过了，于死者的父亲是一个房地产商，有交易。这不能算是交易。有交易就得有价，多少钱？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不是钱的事。陈大山，麻烦你帮我问个价。问什么价？你过来。陈大山，我想请你帮我问问美国人，给他们多少好处，多少钱，才能让他们不炸我们？你他娘的告诉我，多少钱才能买回这3条中国人的命？多少钱可以买走250万解放军头上的乌云？多少钱可以买走12亿中国人的眼泪和屈辱？我告诉你，陈大山，234师是我和萧长胜的老部队，你为了走关系，把不合格的人安插进来，把能打仗的人赶走，你是在做交易谋长远？不，你是在挖234师的墙角，你是在挖解放军的墙角，你是在挖全国人民的墙角，你对不起他们。军长，我错了，我会把顾爷爷找回来。我不撸你的官。谢谢军长，我一定改正错误。我赶你走，你连在这里当一个普通士兵的资格都没有，你不配。去吧。是。这个院儿，我也住了10来年了，我也快半途了。来，这是我带来的烤红薯、炒米粉，还记得咱们什么时候吃过吗？记得。你当连长的时候，带我参加战斗之前吃的饭。当时我吃不下，你逼着我把它吃完了。你说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上阵杀敌。我还记得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，有点害怕。你一直在鼓励我。后来发起的冲锋，拿下了高地，我们赢了。是你给了我勇气。陈大山，打仗，你永远冲在最前面。我记得你是火线体干，后来在我的手里当营长，当了时间最长，任职时间最长的团长。你怨不怨我？我从来没有怨过你。你对我好，我愿意为你拼命，我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，完成你交代的每一个任务。我不想给你丢人。房地产投资方的资金，你没有据为己有，你是拿它整修了诗史馆，建了文化长廊。
你这些都是为了给领导看的吗？啊？我陈大山对国家、对军队没有一点点私心，那些钱一分一厘我都用在了部队建设上。坐下。如果你把这些钱吞为己有，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？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让你走吗？234师的大院写着“首战用我”，可是你却把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技能的人放到了炮位上。为了自己一个关系户的孩子，你就想把全师对现代化战争研究最深入的一个营长给轰走。看来你陈大山根本就不清楚234师这个王牌师的建设方向。你这个将必须得换。军长，我那是部队传承和作风的根本是军人的素质。军队是干什么的？战场打不赢，一切等于零。这些年世界军事变革巨大，军事装备更新迭代多少次了？在这个关键的时期，培养好、用好基层的干部啊，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新型的军事人才和智力支撑，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。你们234师这些年生活化有余，战斗力不足。陈大山，你偏离了航向，甚至成了备战的旁观者，失去了对和平年代的战争警觉。军长，如果我的离开是对部队，对那些热爱部队并且时刻保持战争准备的带兵人，是最好的交代。我陈大山心甘情愿。陈大山转业了，郑老头，这是挥泪斩马谡啊！陈大山以前那是他手下的爱将啊。我尝过脱掉军装的滋味，挺疼的。陈师长转业，我挺难过的。其实他一直都尽心尽力的，想当个好军人。是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对于部队来讲，陈大山离开是个好事儿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爸为谁这样默默流过泪。哎，依依，胡杨每个月从国外寄回来的那种昂贵的特效药，是你给人寄的吧？不是，是他自己主动寄的，免费。啊？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因为这身军装，他把你当成了他特殊的病人对待。说实话，我挺另眼相看的，心怀一份敬意。呵，那你说我是应该感谢他呢，还是感谢我这身军装啊？啊？你先感谢你自己吧，对着镜子，亲你自己3下，但是小的那种。好嘞。然后再是南征，要怎么感谢，不用我教你吧？看你那样，你教教我怎么感谢。小子。
下头加油，站！下右看前，向前看，上下，立正。报告营长同志，特战2营全体官兵，欢迎营长回到训练场。欢迎营长回到训练场。请营长起立。请营长起立。站起来，可以的。高粱真的站起来了，但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伤残。他对我说，自己是个残废了，没力气追我了。我应该兑现当初的承诺，在他站起来后主动离开。这个理由让我哭笑不得。高粱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神是决绝的，认真的，甚至还有一丝平静。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。它很陌生。我想，我们都需要面对和接受变化的自己。心中牵挂着对方，其实并不孤单，在各自忙碌中步履匆匆往前走，为这支快速发展的军队成为各自领域的拳头。我相信我们会再次相遇。同志们，下面我们请军区郑参谋长为大家做指示。起立。同志们，首先祝贺你们完成了这次演练的任务。你们对训练的热情很高，单兵动作完成的非常到位。战术拉动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看到这些，我非常高兴。但是，这样的高兴，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了。我想说，检验军事训练成果的方式得改一改了。战场是检验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的唯一的标准。如果在真正的现代战场上，你们会不会活着回来？你们会不会再次赢得胜利？半个月后，军区将部署展开一场贴近实战的
军事演习，参演人员将从各集团军的部队挑选，各机关的同志和各师团级的军事主官将组成观察组，以观察员的身份对现场进行全程的观摩。你们的方案我看了，要做出调整。战争不等人，也不会按照你的时间表打响。枪声一响，部队就得拉出去，容不得你打领带。老齐，这个郑老头突然宣布演习提前了，看来对这次的汇报很不满意啊。他刚升任军区参谋长，看来全区的训练作风要改变了。汇报片搞得倒是挺漂亮，但是到底有多少干货，你我不清楚。想拿这个糊弄郑老头，找死！哼！不过啊，这几年训练考核的都是老菜谱，也难怪郑老头发疯。那你换菜谱，你萝卜换青菜，你还能把盐换了呀？我们234师700团那就是 A 军的盐，你换什么你都得跟我过招。哎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们特大不跟你这属盐的搞一块儿，弄什么？你搞外围，我攻坚。也学郑老头今天的样子，特大跟700团做一回敌人，太有可能了。我就明说吧，我就恨你们特大，700团的精英全给你们弄走了。论名分，你们就是700团亲生的，哎，到哪儿你都得喊我一声爹。有什么好事尽想着你们呀？当儿子的倒要起来养了。行啊，冷落的老子他也是老子，有谁不服，我欢迎来搞。奉陪，我特别理解你，老李。不过我得提醒你啊，你现在是234师的参谋长了，别总是一副小团长的样子，没有格局，知道吗？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，就得搞出点像样子的高瞻远瞩的成绩出来。你少给我装大尾巴狼，不弄出点成绩，你这个全军区独一份的副支持大队长，日子能好过呀？切！哎呀，咱俩啊，一起插着秒表。倒计时吧。同志们，军区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演习计划，演习设计预案3天前已经下达到了各个部队。现在由演习导演组副组长夏林同志具体讲解演习有关情况的设想。这次演习由红蓝双方构成，形成对抗。参演双方为700团和特战大队。16日0时起，演习正式开始。地点为距离海训场12海里的翘头岛。演习内容：海岛夺控。演习时间48小时。演习代号：湛蓝行动。红军为夺岛部队，其主要兵力为1个加强团。蓝军为守岛部队，其主要兵力为1个加强营。双方均加强配置电子作战兵力配置得当，战术导弹我肯定把这岛拿下来。海上舰艇支援分队。谁告诉你夺岛的活就给你们干？军区的正参谋长呢？那我们700团会率联合观察组登岛，不给我们给你进行现场观摩。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啊？国良。到。如果这一仗让你来打，你会怎么打？报告，这各位首长都在这，首长要求怎么打，我就怎么打。坐下。是。顾一言。到。你说说。应该根据作战需求，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。海上破袭，应该用一切手段控制、袭击和打击目标。岛礁争夺，我认为应该用击而不毁的方式，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。没听懂，你说说怎么为你所用？翘头岛曾经被日军作为海上要塞，派了大批的工兵和大量的劳工，用了3年的时间，在岛上建成了可以射击360度目标的坚固炮台，和深入地下的防御工事系统。悬崖下还有淡水制造工坊，岸堡遍布整个岛屿。岛上基本上被挖空了，这样的岛是炸不平的。去年我和海军的朱副司令登了一次岛，去看了一下地下工事。
设施基本完好。国民党军败走台湾之后，曾经把这里当成了反攻大陆的前哨，对日本人留下的工事进行了升级改造，派出了近1000人的兵力。50年代初，我军在沿海夺岛的战役中，曾经把这里作为头号的夺取目标。经过多次海陆空立体攻击的推演，战役指挥员最终还是没能下达实施攻击的决心，而是用了迂回的方式，用了6年的战斗时间，翘头岛粮路被断，守军信心崩溃，才不得不登舰离岛。你研究过这段历史？这是我父亲研究课题内容。这次夺岛演习啊，演习总导演就是参考了这段历史。你继续说。用兵之法，实则为之，武则攻之。红南军双方主力相差不到5倍。如果给我们700团来守岛的话，2天之内，翘头岛绝对不会丢掉。怎么才2天呀？5天之内，他特大一块石头别想从岛上拿走。我不用48个小时，就能把你的人全给抓住。等等，演习总指挥部是这样设置的：让700团守岛，特战大队夺岛。是，理由呢？特大的夺岛训练比其他部队开展的早，有经验。700团呢，常年打阵地战，所以有把握。我看换过来，让杀猪的去套马，让打猎的去放羊。特战大队守岛，700团夺岛，不能让他们舒服了。不是首长，这特大呢一直肩负着特种作战的任务，让他们去守岛，不太合适吧？这次演习就是要暴露问题，提高部队的真正战斗力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首长，您刚才说观察组要上岛。这观察组的成员啊，是由军区机关领导，还有参演部队的领导，团以上的作战主官组成。红方的任何进攻不得伤害到观察组的安全。南方除了正常的演习任务以外，要确保观察组的安全。双方如有违反呢，都视为战败。我们都忙着打仗呢，哪顾得上他们呀？演习不光解决作战部队的问题，更要解决指挥能力的问题。可以这么说，这次夺岛作战不光是红蓝两军打，全军区都要参加，要用脑子打。这个问题不商，就这么定了。如果红蓝两军没有什么意见，导演部按照原来的攻守双方的设定做出改动，那就按照现有的方案正式实施了。你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忙着打仗？蓝军不是营建制吗？你一个大队长跟着凑什么热闹？我的意思是，首长，这以前演习都这样，这指挥机关啊上升一级啊，这就是我痛恨你们搞作训的地方，啊，你们把训练当成表演，让各级指挥员争着上台抢话筒，真正撅着腚打仗的人摸不着指挥权。演习设置改一下。你已经改过了。是啊，首长。指挥权放到团一级，你们挑选出双方的团级指挥员，实际担任指挥。蓝军方面实施没问题，红军现在是加强团配置，恐怕是吗？啊，你怕他就不来了？谁都不想战争，谁都不想打仗，你以为自己能躲得过去吗？就当红军的指挥机关被打掉了，指挥权下放。别跟着我了，抓紧回去布置任务吧。师长，没您的指示，一也拿不下这个主意。是啊，师长，这团里也需要师礼给调子，没了师长这根主心骨，我们这两眼一抹黑，根本不知道往哪儿打呀。是啊，从现在开始，红军指挥权交给顾一野。是。你就别插手了。坚决按照师长指示落实。叶，此次演习的重要性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但是，一定记着，出不出彩不重要，
千万别出乱子，一定要把部队的安全和稳定放在首位。是，师长，您说太对了。演习之前，我亲自做动员，主题就是围绕新时期下出现的新形势和新特点，如何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。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，首长的意思你还没领会吗？要让年轻人挑重担，锻炼队伍，瞎掺和什么？来，呵，烫死我了！瞧你这屁颠儿的样，现在上面没人罩着你了，合你意了啊？要不你就给我撤了，输不输无所谓，反正咱特大不怕输。你少来！你这腿上能应付了吗？我带这伤，我参加多少次比武了？那成绩也没差呀。我这是啊，没人的时候缺，有外人绝对不缺。行，那就给我说说观察组的事儿。观察组我知道啊，观察组放顾罗在那边，他们那边有后勤，条件好。你怎么就知道7零领导会派他上啊？赶紧准备吧，师弟会全力配合你，要人给人，要装备给装备。谢谢参谋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700团的旗帜插到翘头岛主峰上。48小时，还是要再加一半时间。你没看出演习设置，你没练过夺岛，特大没练过阵地战。甄老头是要摔娃娃呀，摔出屎来摔疼了，娃娃才能满地跑。这招够狠的。我早就下手了一步，研究过翘头岛，高粱还没有，他还蒙着呢。哼，你当你是总参作战部埋在2、3、40的雷啊？你怎么知道对手是高粱？除了高粱，没有人能阻止我上岛。特大是不会冒险的。咱们这边已经派出高中校了，那他们敢派谁来做啊？你看你那个牛乎乎的样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给我牛过头了啊！这回观察组上岛，他们不参与指挥，啊，碍不着你的事儿。还有，以后不许反感领导，要牢固建立热爱和尊敬领导的决心啊！那应该是耐心。一样，没有耐心哪来的决心啊？没有决心，光有耐心有个屁用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别的领导，我不主张你往上凑，但是观察组是郑老头说了算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的妈呀！那你还是给我撤了吧，你这比守岛的任务艰巨多了。你小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怂了？是不是那个身体康复好了，那个脑子变残了啊？抓得紧啊！就给你2天时间，先上岛勘察地形，把装备运上去，领2天的粮食淡水，12小时之内，把你的防御部署上报演习导演部啊！这次由军区组织的多兵种联合岛屿攻防演习，是一次最贴近我们作战任务的演习。在参演双方的兵力和兵器的设计上，导演部按照未来战争的要求，做了大幅度的超前配置。在难度和强度的设置上，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次的协同训练。所以，我要求你们把这次演习当作实战，站出气势，站出水平，站出成果。有没有这个决心呢？有。